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第3321题，所以 find x sum of all k long subarrays 2。今天问题其实是延续昨天的啊，原则上它是两个相同的问题，只不过它就是将它的测试的test case 把它放大。好，所以今天的问题标示为困难 hard。它主要是要给你一个 array 假设叫 number， 然后n 个整数，然后两个整数，一个叫 k， 另外一个叫 x。所谓的 x sum 呢，它的计算方式如下啊。那你第一件事情，请你算每个元素它的频率啊，它的所谓的 occurrences 或者是它的 frequency。然后在第二个步骤呢，你考虑最常出现的 x 个的 element 如果说两个元素呢，它有相同的频率，那我们说比较大的那个值它是排在前面所以这原则上这边就会用到所谓的 greater 的排序。而且这样的 greater 呢是针对怎么样的配额呢？frequency， 假设是 v 的 frequency 和 v 这样一个 pair 这样一般来讲，在一般的程式语言设为 greater 的话，它应该就可以了。然后去计算计算这样的 top x frequency element 的那个总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x sum。然后呢，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当中一个 array 呢，它元素它是少于 x 个相异的元素，那它的 x sum 呢，就是它目前的 array 的一个总和。所以你要 return 回去的 answer 它的长度，当然这边它直接告诉你呢，就是 n 减 k 加1。那 answer在 i 的值呢，就是 x sum， 然后呢 subarray 呢是从 i 到 i 加 k 减1所以这边的长度是为 k 长度为 k 的 subarray。好，那我们要很快的看我们的例题。好，例题的部分，我们先看第一个例题是所谓的1 1 2 2 3 4 2 3。那它的 k 是等于6，所以它的 subarray 长度是为6。那 x 是为2。好，那我们原则上它这个解法其实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一般用所谓的 sliding window。那基本上呢 window size 就是 k 嘛，所以每一次我们就去掉左标加入右标就好了。好，那我们看看它这个，我们考虑它的最高的 frequency 的元素就 OK 了。如果是我们的第一个 window，最多的当然就是frequency 最大的值是2嘛，所以这边是1 1 2 2。所以原则上加起来这边当然是6。好，再来我们window 我们移动移动我们的视窗，所以我们看到这边1它就是剩下1个了，那2呢它变成3个，那这边我们当然是剩下都是1个，我们当然考虑它元素最大的所以是4。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就变成10。好，再来我们最后一个视窗，所以这边就移动到3嘛。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 Windows 里面的 frequency 最高是3，所以这边的 value 的话是2另外的3出现2次，所以是第二多的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当然是12。好，
所以我们这一题的答案是60、12。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答案知道我们的解题方式基本的概念就是所谓的 sliding window， 而且它是固定长度的。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题第二个例题它特别简单 ，k 等于2 x 等于2，所以原则上就是这 subarray 的两个元素的和所以这个例题就非常容易。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大概是怎么去思考解这样一个难题的。好，解这个题目呢，原则上我们在承袭昨天的3318的比较简单的那个题目的大致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因为它的 test case 呢变得很大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用 sliding window， 而且它是固定长度的。但是你在考虑 frequency 的时候，因为它的 number， 我们如果说去看它的constraints， 你会发现你用单独用 array 是没办法的所以我们这部分你就需要用所谓的 hash map。那在 C++ 的做法，我们当然在这里就用它里面的 unordered map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另外就是你在处理视窗滑动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做法当然是先去掉左标，再加上右标所以在这边我们要 window 你要缩，然后再扩张那在这个步骤里面呢，我们在前一个做法，当然我们可以用所谓的排序啦，或者用 heap 去做，但是你这样做的话当你的 test case 的 size 如果够小的话那应该是 OK 啦，但是在我们这个难题其实它就会超过时间所谓达到 TLE 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在我们这边大概一个解法，我们就采用C++ 里面的 set， 它的 set 呢，其实它是有序的 set， 原则上我们所知道它是一个红黑数的它实作的部分好像是红黑数。那基本上我们的红黑数这个 tree 的话我们这个 sets 呢，我们会用到2个，其中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处理最多的top x 的一个情况了，另外一个就是放其他比较小的所谓的 rest。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大概我们的一个解法。然后我们当然是解法是这样的，我们考虑的是这样的一个 pair 当然就是 v 它的 frequency 呢，它就摆在前面考虑这样的 pair。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 solution 这样的 class 里面呢，我们先宣告我们的 member variables。当然我们需要一个frequency 所以这边我们基本上就是用 unordered map 那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用 hash map 的一个方式。那另外呢，我们还需要刚刚也有讲过就是我们的 set， 那它是根据greater 这样的一个顺序呢，我们要一个 top， 另外一个是 rest 两个 set。 那我们当然要去计算目前的所谓的 x sum 所以我们用 current sum 这样的一个变数。那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会先定义 insert value 的部分那主要它是计算它这个 x sum 我们 insert 这样的一个 pair 到top 或者rest 当然你要看它的 frequency 在目前的这个视窗它是不是排在前面 x 个如果是的话，当然就放在 top 里面；
如果不是的话，当然就放在 rest 里面。那你经过这样的 insert 其实可能会出现你有可能会超过 x 个。那超过的话怎么办呢？超过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将 top 的最小的我们将它移动到 rest。好，那我们看这一段的 code 大概是怎么写的。好，这一段的code呢，我们当然是先看v 的 frequency， 我们用 f 来表示。那我们这边是传参考。那 f 如果大于0，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考量。所以我们这边就取得 fv 呢，就为它的 f 跟 v 的这样一个 pair。那我们去看看它是不是有在 top 里面。它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呢，因为我们要把它增加嘛，增加的话，你要先把它去除掉，所以你要先将它 erase 掉。那么，所以 erase 的过程当中，你这边你就要减了。那因为它的type 应该是 long 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乘上 ELL 这样它就不会移位了。而如果它没有在 top 里面的话，它其实原则上它就在 rest 里面，那你当然也是将它 erase 掉。好，那然后这边呢，你当然是要把下面的步骤，不管它是在 top 或在 rest， 你都要把它加进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将它 insert 到 top 里面那所以这边你就 f 的地方你就先加1然后自然就会将 f 加1跟 v 呢，我们就加到 top 里面。那它的 current sum 呢，你也是再把它加进来。好，那然后它当然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动作，我们可能就太多了所以我们就看看你 top 的 size 是不是大于 x。如果是大于 x 的话怎么办呢？我们要把当中最小的所以虽然说我们这边做这样考虑，我们这样的有可能我们的 v 它其实它不一定是在 top 里面，它有可能应该是要摆在 rest 里面那不管透过这样的手段呢，我们其实就可以找到 top 里面当中的top end 里面的 previous 的那个 iterator 的部分。然后我们将它 iterator 的 first 跟 iterator 的 second 相乘也就跟我们这边是它的 frequency 跟它的值相乘然后乘上 EL 再把它减掉这边因为你要去除嘛，所以要减掉。所以然后你在 rest 的部分呢，你当然就是你要 insert 这样的一个值。那你在 top 的地方，你要将它的这个 IT 的这样 iterator 你将它去掉所以这个步骤大概是这样的。好，另外我们再看，另外也是用类似的手法，我们去定义所谓的 erase value 这样的一个函数基本上它也是去计算 fsum， 但是它就是主要是要将frequency of v 跟 v 的这样的 pair 将它去除掉。它有可能是已经不在里面，它也可能在 top， 也可能在 rest 里面，那当然你要看它的 v 的 frequency 的这个值。那这个做完之后呢，然后再将 rest 的最大的，因为它是 set， 所以它一定在最前面嘛，将它移动到top 里面，如果可能的话。好，所以然后进入我们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当然是要去看我们的 n 的值和我们的 sz 的值。那我们要传回去的答案当然是一个vector
它是 long 的vector， 那它的 size 呢就是 n 减 k 加1也就是 sz。然后我们先考虑第一个视窗，第一个视窗其实就是完全都是用 insert 所以这边的话 i 从0到 k 减1，那我们这边就去做用 insert value 这样在 numbers 在 i 这边当然固定就是摆上 x 然后将它的 answer 在0的值就是它的 current sum 目前的 current sum， 然后再来就是实际去做所谓的 sliding windows 因为它的 size 是固定的，所以它的 sliding windows 的部分呢就非常的简单所以在回圈里面呢就3行的一个指令。我们先做 erase value 的动作，再做 insert value 的动作，最后我们再将current sum 的值再放在 answer 在 L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好，那我们接下来的看 erase value 的部分。它在 erase value 的部分一样，主要的参数是 v， 那 x 这边当然都是固定的。那一样，我们是先取v 的 frequency 的值如果 f 等于0，当然你什么的事都不用做。然后再来就我们去设定 fv 为 f 跟 v 的这样一个 pair，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样的 pair 它是不是有在 top 里面如果它是有在 top 里面的话，你当然要做 erase 的动作，同时呢，你要将它f 乘上 v 的值将它减掉否则的话呢，我们当然就是它一定是在res 的部分，所以你一样是将它 erase 掉。然后我们如果先减1的话，它如果等于0代表它在 frequency 里面呢，它应该就可以直接将它拿掉，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在 frequency 这边做 erase 的动作，否则的话，它应该是要摆在res 的这里面。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就是考虑将 res 的它的最大值呢把它搬到 top 如果可能的话什么样的情况是可能呢？你当然你的 top 的 size 呢是小于 x， 而且呢res 呢它不是 empty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这边呢，我们就it 呢这样的 iterator 我们就选res 的它的 begin， 基本上就是它的最大的值嘛。然后我们这边所以 it 所的 first 就是它的 frequency，it 的 second 就是它的 value所以这两个相乘，然后将它加上来。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就将这个值这样的一个 pair it 取 value将它 insert 到 top 里面。那rest 的它 it 呢，当然就是将它 erase 掉。好，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实作的一个情况。然后实作的情况我们左边是我们的张贴的解答，右边是我们目前的C++的 code。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刚刚也都说明了所以在这边的话，当然是 insert value 的这个方法，再来这边是 erase value 的方法，所以下面这边我们看一下所以这边我们当然先处理 first window在 sliding window 部分，后面我们也加上了face IO 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就直接让它执行一次所以这两个 test case 当然都会过，这个没有问题。好，然后我们直接 submit。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
其实耗掉的时间也是蛮多的，大概是651毫秒，大约是打败90%的 C++ 使用者啊，所以它速度并不快。那相同的解法，我们也在我们昨天比较简单的那个题目上也有啊，只不过就是说我们这边当然不需要改的，我们就不改，唯一需要改的应该就是这边不需要改，我们就没有改，唯一需要改大概就是在这边你这边当然一定要是把它改成 int 嘛，啊。好，那我们一样让它执行。好，我们一样 submit。所以它需要时间15毫秒哈，因为我们这边是用了 tree 嘛 ，tree 基本上它是非常算是比较复杂的资料结构啦，所以你跑那个小的 test case 它反而会比较慢啊。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